11年前，硬刚王健林一个小小的县长，为何敢让首富留下所有利润？2014年，贵州丹寨。一个32岁的县长跟52岁的王健林面对面坐着，县长说万达在这里所有投资的产业利润都不带走。首富听完轻轻咳嗽了一声，回了一句，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你自己去分得了。这段视频在2017年底被曝光，在网上炸了锅，有人骂县长狮子大开口，有人说他为民请命。11年后的今天，2026年7月16日，这个县长被官宣落马了，从最年轻县长到落马听官，从硬刚首富到接受审查，徐留卫这11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要说徐留卫和王健林的这场交锋，得先从2014年说起。那一年，万达集团萌生了整县承包扶贫的想法，想找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搞试点。万达是干啥的？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公司。王健林是当年的中国首富，净资产159亿美元。当时的丹寨县是什么情况？苗岭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喀斯特山地地貌，堵塞交通，全县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下，穷得叮当响。最初的候选名单里根本没有丹寨。丹寨县领导班子听说这事儿之后，干了一件什么事儿？连夜向上级汇报，硬是把丹寨塞进了候选名单。考察完之后呢，没2、3天就给万达打一次电话，3天2头问进度、递材料、表决心。一位万达高管后来总结了一句话：丹寨最打动他们的，除了交通便利和产业基础之外，就是县领导积极有干劲。20多次赴京与万达汇报协调，召开80多次现场推进会。徐留卫带着团队硬是用人盯人的战术，把万达这个金主爸爸给盯来了。2014年12月1日，万达与丹寨正式签署扶贫协议。签了协议，接下来就是谈怎么干。在一场内部调研座谈会上，徐留卫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向王健林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要求：万达在这里所有投资的产业的所有利润都不带走。他还补充了一句，税收交给当地，所有利润全部注入万达基金，由丹寨县政府与万达共同监管。王健林听完说了一句让全场都安静了的话，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5个亿。很简单，两个人的逻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徐留卫的逻辑是什么？他想要的不是一笔捐款，是一个能持续生钱的产业，利润留在当地，成立基金，每年分红，年年都有钱，这叫造血。王健林的逻辑是什么？商业投资就是商业投资，利润归投资人，天经地义。你要搞扶贫，我直接给你钱，简单粗暴，这叫输血。一个要造血，一个想输血。最终，徐留卫说服了王健林，万达确定出资14亿元，3亿元捐建丹寨职业技术学院，6亿元捐建丹寨万达小镇，5亿元成立丹寨扶贫专项基金、产业教育基金，并举短期、中期、长期兼顾。2017年7月，丹寨万达小镇正式开业，第1年接待游客550万人次，带动丹寨县旅游综合收入较上一年增长近4倍。2022年，在疫情冲击下，小镇全年客流逆势增长到683万人次，成为全国景区中唯一实现客流逆增长的。2019年4月，丹寨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比国家规定的期限提前了2年，徐留卫也因此一战成名。2021年，他被授予一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赠刀。2017年底，那段座谈会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徐留卫一夜之间成了网红县长，有人夸他为民请命，有人说他狮子大开口，但无论如何，他的名字跟丹寨脱贫绑在了一起。此后的仕途一路看涨。2021年6月，39岁的徐留卫升任毕节市副市长，跻身副厅级。2023年7月，出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2024年2月，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从一个贫困县的县长到省政府的副秘书长，这条路他走了10年，但转折来得比谁都快。2026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发布人事任免，徐留卫不再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仅仅6天之后，7月16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留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从免职到被查，中间只隔了6天。咱们来算一笔账，徐留卫当年硬刚下来的14亿，后来变成了多少？万达官网显示，截至2026年，万达在丹寨的总投入已经达到了25亿元，其中丹寨万达小镇的投资从最初的6亿增加到了15亿，万达小镇成了4A 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次。丹寨的旅游收入、就业岗位
税收全上来了，5亿元的扶贫基金，每年保底5000万元收益，无偿分配给丹寨县的孤残、重病等特殊贫困人群。25亿投进去，换来的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提前脱贫和每年上亿的持续收益。从这个角度看，徐留卫当年那句利润都不带走，不仅不荒唐，反而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但是尾声成也丹寨，败也丹寨。徐留卫这辈子绕不开2个名字，王健林和丹寨。11年前，他靠硬刚，王健林一战成名，把丹寨从贫困带上了脱贫的快车道。11年后，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从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跌落。当年那个32岁敢跟首富拍桌子要留下所有利润的年轻县长，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是在哪个路口走岔了？这个问题目前还没人知道答案，纪委的调查还在继续。